是我们的法律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吗？还是我们的制度出了什么问题吗？为什么在马来西亚会延伸出这么多这个无国籍人士的问题呢？因为很像是全国只有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处，是不是？对对，只有滨州有这个公民权计划。本来你们应该只是服务滨州的人民，但是现在变成说全国的人都涌向你这边寻求你们的帮助。就是因为各州属都没有这个部门的存在，所以呢就变成很多人呢就会当有面对这些无国际问题的时候，就会联络我，甚至一天可能都会去到100多个人。都有，不夸张。你怎么处理得完啊？就很多人就问我讲说，为什么你没有回应我啊？等等，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因为太多人了，我一定要回很多。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财经制作的自由时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的是无国籍人士的课题。来接受我们访问的是槟城公民权计划的主任叶进强。来，我们先来欢迎进强。你好，主持人你好。其实最近的这部电影《阿邦阿呆》就是复读青年呢，真的是让这个无国籍的课题再次的浮上台面，真的是很多的人都在关心这个问题啊。那么其实我们也发现说，在新闻里面也看到说，早前内政部长赛夫丁在国会下议院他提成有关公民权修宪法案，其实就引起了民间团体很多的反弹。为什么他们要反对呢？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他们反对的原因就是因为根据律师公会主席谢宜霖就表示说，内政部在国会提成的8项涉及公民权的联邦修宪修正案呢，其实它是属于倒退10步的做法，这个批评的非常的严厉啊。那么他就表示说，一旦通过内政部提出的草案呢，可能会导致更多人因为法律规定然后呢就沦为无国籍人士。其实用白话来讲就是说，如果这个修正草案真的是按照赛夫丁的这样子的做法做的话呢，可能就会延伸更多的问题，就会产生更多的无国籍人士的问题啊。那所以其实对这件事情我也是有很多的问号，所以今天请到我们的来宾要来好好跟他请教一下。但是其实今天第一道问题我就想要先来请问一下，就是进强，你看了阿邦阿呆了没有？看了。是，那你看了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感受非常震撼，然后也觉得非常的写照，就是把这个无国籍小孩他们的那些问题，真的透过这个电影反映了出来，包括他们的一些面对一些问题，不能够工作，不能够开户口，因为你就工作也好，你也不能够去申请这个公积金，是，还有呢就是手术等等，这是非常非常写实的。电影里头他都有带出来，就是他们有提到，就讲说他的这个钱包里头居然连一张有自己照片的卡都没有，这个是真的。因为很多小孩子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是只是持着一张无国籍的，或者我们叫不干哇跟那个的报生纸出门，包括你遇到警方都好，你也只能把你的报生纸给警方看而已。了解。其实进强，你看到这部电影会有这么大的感触，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其实就是每天在跟这些无国籍人士打交道，然后你也在为这些无国籍人士在争取公民权。可不可以先来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你在做的这个工作呢？我呢是在2018年开始就进入这个行业。然后就开始着手处理这个无国籍小孩的问题，尤其在滨州这个部门，其实它是在2013年就已经设立了，就是它是全国唯一在滨州只有在滨州才有的这个部门，专门就是协助这些无国籍，包括持红登记的那些老人去处理他们的这公民权的问题，就是处理他们这个永久居留权，然后转成公民权的问题吗？对，是，就是有些。比如好像他们是完全没有公民的，他们要得到公民，或是一些已经拿到红色登记的，他们要申请成为马来西亚公民这些都是必须要有要很长的时间去处理的。了解。好，那其实我自己个人呢，也是对于这个无国籍的问题，或者是红登记或者是很多人他可能像我妈妈她就是从台湾然后嫁来马来西亚，到她离开人世的那一天，她其实都没有得到马来西亚的公民，所以我对于这个红登记或无国籍的这个问题，我自己感受也非常深。那包括了像是在这个复读青年里头的这个音乐总监就是 Yoda 片山良太，他自己也是红登记，虽然他就是生长
长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孩子，但是因为他的父母的其中一方是外国人的关系，所以他就一直是红登记。那天他来上节目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说，其实他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跟马来西亚人一样享有，比如说投票权啊，或者是他买房子的话，一定要买超过100万的房子这样子。所以，可不可以也跟我们讲一下你现在所感受到的，就是现在在马来西亚整体的这个无国籍的问题，现在有多么样子的，可以说严重吗？还是说现在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是很需要受到我们关注呢？的确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也属于严重的。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尤其是那些刚才你有提到2个，一个呢就是没有这个身份的，一个呢就持红登记的，持红登记的有很多情况，就是比如好像他是外国人，他嫁过来马来西亚，然后他与马来西亚本地的马来西亚人结婚，然后他就可以居住在马来西亚超过5年到7年，向这个移民局申请 Permit Masuk，得到 Permit Masuk 过后，他就可以拿到这个马来西亚的红登记，不管是外籍太太也好，外籍先生也好，他就可以在这边住了5年到7年，他就可以提出申请马来西亚公民，他可以安得在这个 Perkara 15 Kurungan 1这个条文这个条款，只要他有去提交这个申请，一般上批准的几率还是很高的。哦 ，OK， 还是很高的，所以现在比较好了。对，现在比较好了。Okay. 但是也同样也是很多也是面对就是因为也拖了很长，为什么那么久都拿不到？可能因为他们的马来文不达标，不能够讲马来语，然后所以就比较难得到，是比较难申请。但是一般上如果所有持红登记的都可以向马来西亚政府提出申请马来西亚公民的，尤其是给外籍太太或是外籍先生。另外一种呢，就是那小孩子一出生呢就没有公民权的，或是他是属于bukan warga negara的，那个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在马来西亚很多本地男生他们都迎娶外籍太太，但是他们却没有去跟这外籍太太结婚。当你没有跟外籍太太结婚，孩子出世的话，孩子就自动成为无国籍小孩。所以当他们成为无国籍小孩，他的父母就要向这个内政部或是向这边提出这个公民权申请，安得在这个 Perkara 15 A 就这个条款去申请他的公民权。其实我听到你这么说，我就觉得，哎，为什么会这么难呢？为什么像比如说在国外的话，那如果是嫁给这个本国的人，那要拿到这个公民权，其实大概就是3-5年的事情。然后他有一套这个完整的规章制度，让大家都可以去遵循嘛。那或者是说，像美国的话，你在当地出生的话，不管你的父母是什么国籍那你就可以成为美国人啊。那它是一个属地的概念。但是我们马来西亚其实为什么会这么难？为什么就是我们会是我们的法律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吗？还是我们的制度出了什么问题吗？为什么在马来西亚会延伸出这么多这个无国籍人士的问题呢？马来西亚的那个法律呢，其实它是规定讲说，如果本地男生要迎娶外籍太太的话，一定要注册，一定要向国民登记局注册结婚，这个是肯定，这一定要的。为什么呢？这是主要是因为要确保讲说他们是合法的。如果你没有合法注册结婚，你的孩子就会成为无国籍，他的国籍就只能跟随母亲。打个比方，妈妈是泰国人，如果她跟她的丈夫是马来西亚人，丈夫没有跟她注册结婚，孩子出世过后，孩子他的报生纸里头就会出现一个bukan warga negara，然后他的国籍就必须要跟随母亲。这个时候呢，内政部或是国民登记局就会要求这些小孩子，他们就去办理他们跟随外籍母亲的护照，来去成为外国人。因为他不要让他成为无国籍小孩，至少你成为外国，就是跟随妈妈的国籍，你是有国籍有身份的小孩。过后，如果你真的想要你要住在马来西亚，你要跟随你父亲的国籍成为马来西亚人，你就要向内政部或是向国民登记局提出公民权的申请。刚才我讲的就是安得在 Perkara 15 A， 就是这个条款，申请过后可能会拿一段的时间，大概3年4年，如果你的申请成功你就可以直接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如果不成功，你就要重新提出申请。你再重复申请。好像我们面对的大的挑战就是 Perkara 15A 这个条款，它只能来到21岁以下，就是来到21岁而已。所以21岁如果没有申请到，没有申请到的话呢，他就不能够再继续申请马来西亚公民。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回到讲说那个富途青年，他们如果他们是在无国籍的，他们就不能够在21岁过后再向马来西亚政府提出公民权的申请。所以他要拿到 IC 呢是比较难的。这个内政部长，然后他表示说要来修改宪法，然后希望能够解决这样子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公民团体也批评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思路是不对的。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谁说的才是对的？就是看他的那个申请的那个条文，比如好像我提的就 Perkara 15A， 这个是给21岁以下申请马来西亚公民的，只要父母其中一人是马来西亚人，他们可以在这个条款下提出申请。但是可能他们讲的那个就是他们反对的是给那些领养的那些小孩子，比如好像那些外劳的小孩子，你本地马来西亚人领养他们，就成为马来西亚公民，那个是比较大家都是有一种反弹的，觉得为什么大家要反弹呢？就可能他们认为讲说，为什么你是外籍的小孩，就算你是马来西亚出世，就是外劳他们的小孩子在马来西亚出世，马来西亚人去领养的话，你领养他们过后，他们就得到马来西亚公民，对于我们马来西亚人会有一种不公平的那种现象，不公平的存在。像这种的，他们修宪的话，如果政府修宪也让这些小孩子可以得到马来西亚公民的话，可能他们认为会是一种问题。是之前也一直在讨论说，这个母亲如果跟外国人结婚的话，那这个婚生的小孩其实是没有办法像公平的得到这个公民权，不像如果是男性他娶了外国的太太，那生的小孩他就比较容易拿到公民权。那其实这个是有一点点性别歧视的这个问题在里面，对不对？对，所有本地女子嫁给外国人，孩子在外国出世，他的孩子是不能够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的，因为他有一个条款的，他有一个under 在 Perkara 15 的那个条款的，就是因为他条款里面只是写父亲这个词而已，所以现在我会在修宪的，就希望讲父亲这个可以改为母亲，就希望讲说可以妈妈跟外国人结婚，孩子在外国出世，孩子也可以享有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就以便就是说孩子以后回来马来西亚的话，他也是马来西亚公民。除了他是跟随父亲的国籍，但是他也可以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如果是在马来西亚定居或是居住的话，他也可以是马来西亚公民。截至今天为止还没有通过，这个修宪还没有通过，所以所有的小孩子如果是在国外出世的，妈妈是本地人的话，他们还是要通过这个内政部或是通过这个国民登记局提出公民权的申请。那更呢就要安得在 Perkara 15 2这个条款，就是外国出世的小孩，他要透过这个，所以他才能拿到马来西亚公民。所以这边呢，就他们就讲说很不公平，在这为什么我孩子还要重新去向马来西亚政府提出申请，才能拿到马来西亚公民？所以这些他们就是有这种争论在这边。国会修宪已经在进行修宪了，了解，所以他还没通过而已。一旦通过，预计应该是会在明年。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快了。OK， 好。对。但其实，刚刚听你所说的、所描述的这些状况呢，其实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还是有一套的规章制度去规定说，要怎么样子申请，然后谁可以申请，资格是什么，然后要如何申请，好像我们都有制度啊，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无国籍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你现在手边自己还正在处理的，大概平均每一年的案件会有多少个？从2013年到今天，我们一共协助无国籍小孩，或是包括持红登记的那些老人家，大概应该是有3800多那个是我们已经协助了的，开始从没有报生子到拿到马来西亚公民，也有包括那些老人家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前就已经拿红登记，到今天都拿不到马来西亚公民的我们也是有协助，也是有一部分人已经成功拿到马来西亚公民，但是还是存在很多拿不到，的主要原因，或是那些小孩拿不到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一个管道提出申请。比如好像红登记的，很多老人家们误会以为讲说我拿了红登记过后，几年过后我的登记就会他没有去做申请这个动作，对，所以他们就误解了，他们就一直等，所以呢，当他们找上我们过后，我们跟他们了解过后，他们才发现讲说原来一定要向这个 JPN 去提出申请，这样才能去解决他们拿到公民权的这个愿望。有没有一些人他其实是符合资格的，
但是他就是怎么样子申请都申请不到。就要看他从开始申请的那一段时间开始，他申请的方向对不对？ OK， 或是他有没有这样这个内政部提出申请这个公民权？ OK， 所以你认为可能是他的这个申请的方向或者步骤有一些问题，这样。那如果他们是真的是申请不到，然后有疑问的话，他们可以去寻求谁的帮助呢？都可以寻求我们的部门。 OK， 在这个Komta46楼，也可以上我的 Facebook， 我都会回复的。了解。好，那其实因为坊间就一直社会里面一直有这样子的讨论，就是说可能中国籍或台湾籍只要是华人的话，就比较难申请到，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可能过去会比较难申请到，或是比较难被批准。现在团结政府过后，我看到许多的这些外籍太太，尤其是刚刚过去2-3个月前，我都有几个来自中国的，还有这个泰国的，都有拿到马来西亚公民，因为他们符合资格的同时，他们也能讲这个马来语。近期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听到讲说，或者你可以看到报章讲说，很多小孩子拿到公民权，包括我本身，我们滨州，在我的网站或是在我的那 Facebook， 我都有常常都 post 出来讲说，很多小孩子拿到马来西亚公民，就因为这个内政部长他们了解到这些无国界这种问题的存在，所以他们也只要是符合资格的，他都批准。了解。那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有时常去帮助这些无国籍儿童或无国籍人士，然后争取到公民权。但是我的疑问就是说，要靠政治人物利用特权，然后帮助这些人得到国籍，虽然它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美事，但是长久下去，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件健康的事情。就是很像这个权利是落在一些特定有权势的人的手上啊，只有他们出面才能够解决无国籍，或者是帮你申请到国籍。那有时候这样子的所谓的帮助，又成为了这些政治人物的一些政治筹码，或者是他们拿来说嘴，或者是他们来拉选票的一些的筹码。我自己感觉，我看到这个情况，我是有点不舒服的。是不排除有这些政治人想利用这些无国界这些小孩子，或者拿到公民权这些课题来去捞政治资本。对，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最终的那个出发点是好的，比如好像他们协助一些无国界小孩拿到公民权，他们透过媒体让更多的小孩子可以知道讲说，不要放弃，其实还是有希望的，还是可以拿到公民权的。那些不懂得申请马来西亚公民的，就知道说，有这些YB 的存在，所以他们就会过去接洽，或是过去寻求 YB 的那些。至少他们知道有一个管道了啊，知道说谁大概是有在重视这一方面的议题，我可以去找他帮忙这样子。但是我还是觉得啦，还是呼吁说政府该修宪就修宪，该立法就立法，赶快把这些的这个申请的手续缩短，然后让它变得更加容易，来解决这些无国籍儿童或者是人士的问题。因为我们真的在复读青年的这个电影当中看到，包括了他们要去申请银行户口也不行，然后刚刚像进祥讲的要申请 KWSP 也没有办法，要找到一个 proper 的工作也没有办法，甚至就是还要被警察骚扰啊。那其实说要被警察骚扰，还有基本福利，包括上学跟就医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让他们得到国籍，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去思考说，我们可以建立一套制度，让这些无国籍的这一群人，他们也可以在马来西亚这个土地上面过得有尊严呢？刚才你提到讲说读书方面呢，其实是教育部是没有拒绝任何无国籍小孩上学的。OK， 只要你有报生纸。那所以这个报生纸是哪一个国家报生纸都可以吗？还是一定要是马来西亚？一定要是马来西亚的报生纸。打个比方，就算你是在马来西亚出世的，然后你有马来西亚的报生纸，但是不干瓦干的嘎就是不是马来西亚公民，OK， 你都可以入学，都可以申请读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近年来呢，就教育部呢，他们会要求讲说，这些小孩子要多加一些文件，比如好像要有跟随外籍母亲的国籍的护照才可以入学。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就是刚才我讲了，本地男子跟外国女子结婚，孩子出世，但是他们没有注册结婚，他孩子就成为无国籍。当无国籍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他必须要先跟随妈妈的国籍提出申请这个护照。所以当你要入学的时候，这个教育部就要求他们也要一并提供这个护照，才能让他们入学。
但如果还是没有的话，还是可以入学的，还是可以入学的。了解。那这个是上学的部分的吧？那包括了像是可能医疗啊，还有可能后续工作的问题啊等等。其实我们是希望说政府可以就是让这些人活得更加的有尊严啦，不然就是看到电影里面他们活成那样子，真的非常的绝望啊。其实也有人提出说，利用领养的方式，可能也可以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开放这些无国籍的孩童可能他们没有家庭的支柱或者没有父母亲的话，来让本国的国民来去领养他们。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折中的方式吗？我们手头上有很多个案比较难处理的，我们都会选择用领养的方式。为什么呢？比如打个比方，外籍太太嫁给本地男子，但是他又跑掉了，然后就丢下那个小孩子。当这些父母妈妈这个外籍妈妈跑掉的话，他的这个小孩子他们就不能够再提出申请马来西亚公民，因为他们要提交的文件就是一定要有妈妈的护照或是妈妈的资料。当他们提供不到妈妈资料等等，我们就建议他们做领养。做领养的话，至少领养人是马来西亚公民，他可以协助这个小孩子去申请马来西亚公民。所以今天我们这样子聊下来呢，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无国籍的问题呢，它可能很多都是在程序上面的问题。很多人他是不晓得如何按照这个正常的程序，或者说正常程序是什么，大家不了解，然后走错了程序，所以就一直申请不到。所以其实我非常敬佩你的工作，就是你一直在帮助大家，让大家了解说，那正常的手续应该怎么办这样子。但是听说就是因为很像是全国只有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处，是不是？对，就是滨州政府，滨州就只有滨州有这个公民权计划。本来你们应该只是服务滨州的人民，但是现在变成说全国的人都涌向你这边寻求你们的帮助。就是因为各州属都没有这个部门的存在，所以呢就变成很多人呢就会当有面对这些无国际问题的时候，就会联络我。然后一天我就要接很多的电话，包括WhatsApp， 包括这个Facebook 等等，我都必须要回应，甚至一天可能都会去到100多个人。都有，不夸张。那你怎么处理得完呢？我就有些呢就拖到很多人就问我讲说，为什么你没有回应我啊？等等，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因为太多人了，我一定要回很多，所以有些我拖到大概2个月左右，就才回复他们的讯息。所以但至少他们也理解，就我解释过，他们会了解到可能有这样情况出现。但是因为我处理的不单只是在滨州而已。因为只有滨州有这个部门，所以全国的各地都会向我咨询说，如何申请这个？因为管道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申请的时候，他们的那些申请管道出现问题，了解，或者他们找不到那个管道，所以他们的希望就寄放在我的身上，就希望说我可以点出讲说，他们申请对不对？申请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出了些什么错误？所以我就一个个回所以就会比较慢，会拖到。你们还有经费再加派人手吗？再增加人手？因为这个已经是定了的。所以我就觉得，所以也比较难啦。所以我就认为讲说，如果各州属的话，各州属可以成立像我们这种仿效我们滨州这个公民权这个计划的话，那就更加容易的去协助更多这些无国籍小孩他们的这种。是我认为各州属都应该要来设立这样子的部门。因为在国民登记局，他只是负责接受你们的那个表格而已。接受你们表格过后就呈上去给内政部，那他们的工作就完了。然后谁去做 follow up？或是去了解说，就是他们的申请的那种状况，是否已经提交到这个内政部还是没有？这些国民登记局呢，他们没有去负责的，他们只是负责接收你们的表格，然后如果你符合所有的那些资料，你提交过后，所有的东西都OK 的话，他们就把它交上去给内政部，就等待内政部的批准。然后没有人去帮忙跟进，所以如果各州属都有这一个部门的存在的话，那更加容易的协助这些小孩，不用让他们走冤枉路，就可以更加容易的申请马来西亚公民。对，我们现在都常常在讲说，国家要数位化，然后要朝这个数位发展再迈进一步。其实我相信这个国民登记局也应该要就是跟上时代的脚步啦。包括了像是如果你去银行，你去申请一个信用卡的话，银行都会告诉你说你的申请的状况已经到哪里了，或者是你哪一个手续不对，或者是你哪一个资料要补足。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透过线上去来进行沟通的，对不对？那现在都已经是什么年代了？医化的年代了。
如果我们还是用很人治的方式，你知道吗？或者是我们的官员还是常常就是说啊，你这个不对，然后也不多加解释啊，就把人家给就是赶走的话，其实就会延伸很多的问题啦，很多的社会问题。就好像你看有些那些申请这个公民权的那些人士，他们不会讲马来语，然后他们去到那个柜台，当你不会讲马来语的时候。那个柜台的那些他的 officer 就会不懂你要什么东西，他也不了解你要什么东西，所以可能他给你的那些表格也是错误的，所以他们也不懂，所以他们也照填可能填了也照交上去，所以就申请就失败。所以就因为这些的问题存在，我们这种部门呢，就至少我们可以去协助他们在这个就扮演一个桥梁，就可以协助他们从这个不懂得讲马来语或是表格方面我们都可以协助他们可能这个表格是对的这个表格不对的，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去处理这样子。OK， 所以这个部门呢，不能够只有宾州有，就是每一个州属希望都有这样子。应该也有一些民间团体在协助吗？有没有一些 NGO 其实在帮忙呢？也有的，但是我想分享就是有很多 NGO 他们打着讲说要协助这个无国籍的这些小孩子申请这个公民权，很多都是一些骗局。所以要特别小心，要特别小心，对，要不要？因为有些透过一些网站说我们是政府委任的，或是我们是某个团体、某个这些NGO，我们可以协助你们去申请这个公民权，但是一旦他们提出申请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跟他们要收费等等要这些，所以很多都上当。为什么会延伸这些诈骗集团的问题呢？可能也就是政府也真的或许真的是做的不够啦，对不对？就希望说所以他们才有这个空子可以去钻来进行诈骗。所以其实我这样听下来，这个问题无国籍人士的问题，很像它已经不是你去修改宪法或者是去立法可以解决的问题了，它还包含了很多这个行政上面的程序的一些问题。对，就好像比如讲说，我个人的看法啦，就是比如这个小孩子他是无国籍，当他知道他是无国籍小孩的时候，政府应该要先让他拥有一张最基本的登记，不是登记，我们讲说最基本的一个卡，可能这个卡是我们可以叫说是这个红登记，或临时身份证，至少可以让他们领着这个身份证去工作也好，升学也好，读书都好，至少他可以解决他们很多的问题，包括你去医院或是去这个诊所，他都可以至少可以有一个卡，有一个身份，遇到警察遇到麻烦的时候，你至少也有一个身份，有一个卡，临时的这个身份证，不是说可以让他们解决到他们的问题，但是至少可以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这样子，而不需要再拿着持这一张这个报生纸。是，其实说到来呢，其实我们国家的 Rukun Negara 呢的第一句就是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就是我们要信奉上苍。但是我们是一个信奉上苍的国家的话，不管是你是什么样子的宗教，其实我们不应该让这种人权的问题在一个信奉上苍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里面持续的发生下去，不管是法律的问题也好，或者是程序的问题也好，都希望政府可以马上的重视起来，然后帮助这些人过着更加有尊严的生活。我们不希望有阿邦阿爹 2.0 的电影再出现了，希望这部电影能够真的就让我们大家能够醒觉过来，积极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希望人权的问题呢可以在马来西亚获得改善。今天非常谢谢来自宾州的公民权计划主任叶进强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你。正在 YouTube 收看的观众，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财经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